释迦牟尼成佛最后一关所采用的修行方法安那班那，竟然是佛家最简单的一种修行方式。常人每天都在做的2个动作，居然能够令佛祖顿悟宇宙终极真理。安那班那到底有何关窍？普通人能做到吗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乍听起来，安那班那这个词汇有些奇怪，可实际上人家只是佛教用语而已。在梵语中，安那指的是出息，班那说的就是入息。通俗点来说，安那班那指的就是一呼一吸。什么一呼一吸竟然也可以成为一种修行方法？你没听错，不仅如此，它还是一种相当有效的修炼方式。据佛经记载，释迦牟尼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，就是采用的安那班那。而后，释迦牟尼就将这个法子交给了自己的儿子，这就足以见出这个修行方法还是比较为佛教所重视的。修行的内容也很简单，将所有注意力都专注在呼吸交汇的地方，也就是风门这个位置。风门这个位置有点像是在人中，但也不完全是。具体究竟在什么地方，佛经也没有说得很明白，大概是因人而异。安那班那这个呼吸的内容听起来简单，但如果真要开始修行，就会发现它的难度不同寻常。试想一下，当一个人开始静坐下来的时候，他真的能做到什么都不想吗？估计对大多数人来说，难度都不小。尤其是现代人整天都处于一个相当喧闹的环境中，好不容易有了静坐的时间，就容易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。这一思考也就生出了杂念，于是注意力也就离开了风门。那么想要调整回来，要怎么做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吸气的时候心里默数1，呼气的时候心里默数2，以此循环往复，直到数到10的时候，这个循环就截止了。如果此时注意力还没有回到风门，那就继续从1开始数到10，一直等注意力完全集中到风门为止。当然，也存在一种情况，当你发现自己注意力好不容易集中到风门的时候，它又很快的跑到了其他的地方，这个也很正常，毕竟没人能在最开始就把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某个位置。因而只要发现注意力被转移了，就可以通过数呼吸的方式来锻炼自己，这样反复之后，注意力就会渐渐的集中，专注力也会因此提升。如此一来，就会发现自己的鼻孔里会有一种神奇的变化。据佛经记载，那大概是一种像在燃烧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一开始只是微妙的，而后会越来越令人难受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佛经记载，释迦牟尼成佛最后一关所用的修行方法安那班那，竟然是通过锻炼呼吸就能达到的。那安那班那所说的呼吸与我们平日的呼吸有何不同呢？佛教对安那班那最完整的记载要数《佛说安那班那手译经》，起初人们以为这部书名不过是在讲述安那班那这一修行方法，可事实上书名其实就透露着一个境界之分。简单来说，有3重境界。第一个就是安那，也就是数自己的呼吸。当修行者逐渐的会数自己的呼吸之后，那么他就要向第2境界延展，这就是班那。所谓班那，说的就是释迦牟尼最后的悟道，也就是真如自性。在佛教看来，人肉眼可见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虚无的东西，不是真实的。唯一真实的东西是人们肉眼看不见的，需要依赖修行之后才能拥有这种辨别能力。一旦拥有这种辨别能力，就能看到人的真正存在，那就是法身。每个人的法身都是智慧的结合体，代表的是最高的智慧，它不死不灭，永恒的存在。这也是说，其实每个人都能成佛，只要他拥有看到自己法身的能力。那么为什么人会看不到自己的法身呢？佛教认为，普通人沉溺于日常之中，被自己的各种欲望充斥着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培养这种辨别能力，更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法身了。当然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些日常才是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痕迹，因而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追求那看不到的法身，就算追求到了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普通人与修行之人的区别了。只活在当下是一件好事，但活在当下容易为琐事所烦恼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采用一种简单的修行方式，就能将人从琐事之中解脱出来，似乎也是不错的。按道理来说，都能看到法身了，这岂不是已经是最高境界了？实则不然，还有一重境界要高过班那，那就是手艺。如何辨别班那和手艺的区别呢？就是看有没有不舒服。
服。当一个人静坐之后，发现自己的鼻子开始变得燥热，这就是到了班纳的境界。当一个人的鼻子变得越来越燥热，甚至让人非常难以忍受的时候，这就是到了守意的境界。为何境界变高了，人还会愈发的难受呢？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八处。佛教认为，活在尘世中的人本来就被自己的各种欲望所蒙蔽着，只有通过静坐，才能初次的透过这些欲望去看到自己的本质。但是，发现自己的本质本身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它需要人们去重新感受这个世界，这就是八处的来源。换言之，当你在静坐时不断的感受到自己的鼻子的燥热，那就是你对鼻子的本质体验。除此之外，静坐的修行者还会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异常寒冷或是异常干渴的状况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你重新感受你身体的过程。只有真切的感受过自己身体的本质，才能达到守意的境界。佛家最简单的有效修行方法安那班那到底有多神奇？释迦牟尼成佛的修行方式，锻炼呼吸，真的能够顿悟宇宙的终极真理吗？不得不说，现代很多养生方式都有佛学修行的影子，这要得益于佛学者对于这些修行方式的传承。不光是教修行者如何具体的呼吸，还规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，比如说打坐。打坐可不是随便找个地儿坐下就完了。据佛经的记载，修行者打坐的姿势一定得是双腿盘坐。有经验的人就会知道，盘腿坐其实对人的要求很高，就算人们能够勉强做个几分钟，但没多久就会感觉到腿部无比酸痛。于是有些想要偷懒的修行者就觉得坐姿不过是一种形式，没必要真按照佛经中的那样来。事实上还真不行。佛教认为，打坐的姿势本身是你对你身体的一个调整，如果不能将身体状态及时的调整到适合修行的方式，那对修行来说只有害处。此外，这个双腿盘坐的姿势也是最稳当的三角形姿势，可以保证人们在后续的修行中身体不会出现什么倾斜。因此，正确的打坐姿势其实是有利于修行的准备工作，是必须达到的。当然，打坐姿势还仅是第一个准备工作，修行者还需要把背打直，为的就是让呼吸变得更加的顺畅。试想一下，当你含胸驼背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没有什么精神，还老是容易唉声叹气的？这就是呼吸不够顺畅的缘故。端正了背部之后，就是一些细节工作了，比如说手部的姿势。一般来说，佛教要求修行者在打坐的时候，左手是在下，右手是在上的，而且双手是相对的，指甲对着指甲，肉抵着肉。据说这种方式是为了帮助身体中的能量自由地连接起来。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准备工作相当繁琐，而且身体长期保持这个姿势也会感到疲倦。据佛经记载，如果修行者真的能够做到这个姿势且长期保持，那么他的身体就会感到非常轻松，根本不会感到疲惫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修行者就会不断地专注自身，根本就不会也不愿意去在意外界的纷纷扰扰。到那时候，修行者的内心就会变得足够的强大，不再为世间的琐事而烦恼。当然，能不能修行到这个境界也是个问题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释迦牟尼，都能在菩提树下悟出宇宙的真理。但没关系，就当这种修行方式是给自己的一种放松的方式，没事的时候就打坐一下，静观一下世界，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。就这种修行方式本身来说，它对端正现代人的不良坐姿也是不错的，作为一种静心养生的方法，也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的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